大家好啊，我是戴红。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这样一个表情包，一个非常夸张的肥宅黑熊啊。其实这张图没咋 P 哈，现实中有比这更圆的。这是生活于北美洲的美洲黑熊，和咱们更熟悉的亚洲黑熊相比较，美黑的面相貌似更憨厚一些。其实这些熊类在和人类相处的时候，也不是全都像棕熊那样战斗爽啊。今天呢，咱们来走进大胖熊的世界，了解一下美洲黑熊、眼镜熊等可爱熊类在当地原住民的文化中都是什么形象。美洲黑熊是分布最广的熊类之一，北美洲大部分地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它也是现今全球数量最多的熊科动物，仅仅加拿大一国就有47万头，全球总数量可能达到80万头以上，而且数量非常稳定，令其他熊科同类是羡慕不已呀。由于刷新地点除了棕熊之外，几乎没有能捕猎美洲黑熊的动物，所以大多数时候美洲黑熊的性情比较温润宽柔，不像它的亲戚亚洲黑熊，几千年来都得和东北虎这样的家伙躲猫猫，搞得 PTSD 十分严重，所以经常暴起袭击人类。美洲黑熊巨大的种群数量离不开它广阔的饮食范围，几乎什么都吃呀。各种素食在它的食谱中占比高达85%，强大的消化能力使得它在栖息地几乎可以随时随地的进食任何食物，杂草、水果、树枝、干果等都是其粮食。于是在这样摆着烂都能饱腹的情况下，美洲黑熊总是一副出了大肉的模样。秋季会大量进食高糖分果实，储备冬眠能量。肉类食物虽然占比很少，但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也会给黑熊提供足够的脂肪和蛋白质。在冬季，它还会寻找其他动物的洞穴，比如松鼠，让直奔坚果储藏室，把松鼠搜集的存粮扫荡一空，是相当狡猾。美洲黑熊和智人的接触很早哈，在欧洲殖民者涉足北美之前，美黑已经融入了美洲原住民的生存与文化体系，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黑熊的肉和智人的肚子互利，黑熊的皮和智人的身躯共生。物质层面，黑熊是原住民重要的生存资源。秋季黑熊积累脂肪越冬时，肉质最为肥美，成为一些部落重要的食物来源。对于黑熊肉的美味这一点，后来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给出了肯定的评价。老罗斯福认为幼年美洲黑熊的肉十分美味，和猪肉不相上下。在美国，黑熊腿部和腰部的肉最受欢迎，颈部前腿和肩部的肉有可能会和脂肪混合做成肉馅，也有可能会切块做成炖菜，听起来是十分肥美。而黑熊毛皮制作的保暖衣物和毯子，在北美洲的苦寒之地可谓是救命的物品，能帮助当地人抵御风吹霜冻。内脏与骨骼更被赋予了宗教与医用价值，比如部分部落认为熊心能赋予战士勇气，熊骨则用于制作工具与装饰品。而在文化层面，美洲黑熊在原住民的故事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很多部落都认为黑熊是伟大神灵的造物，而棕熊是邪灵的产物。这可能和棕熊太强的攻击性有关。据生物学家纳瓦霍族人迪安德拉琼斯所说，在他们纳瓦霍人的传说中，黑熊不仅仅是一种动物，而是象征着知识、力量和治愈，是环绕太阳神庙的四方熊群之首。人们会向他祈祷，以求在野外遭遇袭击的时候得到庇护。到了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者的侵略扩张彻底打破了北美洲的宁静，商业利益成为捕猎的核心驱动力。在欧洲市场，黑熊毛皮因保暖性强、质地优良，成为高档皮草原料，备受贵族的青睐。黑熊肉和黑熊内脏等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火枪和捕兽夹等先进工具的引入，大幅提升了捕猎效率，使捕猎黑熊从一个曾经十分需要技巧的活动，彻底转变成了低门槛的掠夺。同时呢，殖民者们在北美洲住下之后，人口增长引发的森林砍伐、农田开垦，导致黑熊栖息地严重破坏与碎片化，生存空间急剧压缩，无节制的捕猎与栖息地丧失形成了叠加效应，黑熊种群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比如1900年前后，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的黑熊数量减少了约70%。1937年，爱德华王子岛的美洲黑熊彻底灭绝，而因为疯狂捕猎而导致的恶果也很快显现。黑熊数量的锐减导致了橡果等很多植物种子的传播范围缩小，这在不小的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生态。好在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北美洲逐渐制定一些关于保护黑熊的条例，这使得黑熊在与当地人虽然是换了一批人与人的相处模式逐渐趋于稳定之后，美洲黑熊强大的适应能力得以展现。它们如浣熊一般，能够和智人的生活垃圾和谐相处，从中获取它需要的食物。有些地方的黑熊和智人已经风风火火地打成了一片，入室取食是毫不羞涩。很多北美的居民应该都有过一家人在野餐的时候被黑熊打扰的经历。还有一些黑熊会进入居民后院饱食狗粮，打开冰箱把剩饭剩菜吃个精光。除此之外呢，对于农户来说，黑熊可谓是一大灾害呀。在早春时节，食物略有些匮乏的时候，黑熊会误入农田，对着水果、燕麦、玉米等农作物大快朵颐，仿佛进入了自助餐厅。有时候黑熊也会来到牧场，
虽然很少袭击成年的大型牛马，但对于小猪、小绵羊等家养动物，黑熊也是偶尔会开荤。在更偏北方的北极圈附近，还生活着地球上现今体型最大的熊类，北极熊。这是一种站立高度可达3米、体重300到800公斤的北地巨兽。它们的爪子不能伸缩，脚掌上有凹陷，局部仍有可提供额外抓地力的毛茸茸的脚垫，这使得北极熊能在冰面上自由行走。相比于爱吃素的美洲黑熊，北极熊几乎只吃肉，各种海豹、白鲸等都是北极熊的最爱。在环北极的原住民部落的神话传说中，北极熊有着时而仁慈、时而危险，有时候又像个外形怪兽一般的多种形象。不过基本都属于半人半熊的诡异生物和巨大如山川、能一口气走船只的巨熊怪兽这两个经典外貌的延伸。在很多当地部落进行萨满仪式的时候，人们会幻想自己与北极熊融为一体，希望能吸收北极熊的特质和力量。除了精神方面，在物理层面，大家也会吸收一些北极熊，比如捕猎之后吃掉北极熊的肉，披着北极熊的皮，以及用其骨头来做一些艺术品。除了北美洲的熊，在南美洲西部还有一种神秘的眼镜熊，它体长1.5到2米，尾长7到12厘米，体重140到175公斤，喜欢栖息于潮湿的山地森林。它皮毛呈黑色，脸部和上胸部通常有明显的米色和姜黄色斑纹，主要在树上筑巢，白天休息，夜晚在下树觅食。食物方面主要以植物为食，它强健厚实的合肌和牙齿有助于研磨各种坚韧的植物。连仙人掌这种十分扎嘴的食物，它也是吃的有滋有味。除了植物之外，它还会吃一些昆虫、鸟类、鸟蛋、小型哺乳动物和腐肉，偶尔还会去农户家中偷食玉米等农作物。相比于在北美洲大受追捧的美洲黑熊，在南美洲的古代文物中，眼镜熊的身影却相当罕见。这可能是因为眼镜熊居住的地方往往在丛林深处，而当地人很少走到那里，因为往往走到半路就和美洲豹亲切地打成一片了。当然哈，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部落的神话里能找到眼镜熊的身影。在这些传说中，眼镜熊被称作森林的神圣守护者，是一道连接智人与世界的桥梁，指引着人类在接受神灵指引后走向天堂。同时呢，眼镜熊还是代表着力量、智慧和自然平衡的象征。一些秘鲁的原住民还将眼镜熊当作自己的精神祖先。其实说眼镜熊是森林守护者完全正确哈，因为眼镜熊的素食特性使得它们成为了南美雨林中十分重的种子传播者，对维持当地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是相当重要。在秘鲁南部还流传着一种恐怖的半人半熊的神话生物乌库库，据说这种熊人会戴着眼镜游走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山脉高地，连接着健康和疾病。还有很多印加神话中都提到有一种熊会伪装成人，然后偷窃绑架当地妇女，然后行不轨之事。久而久之呀，眼镜熊被南美洲的很多家庭描述成了和绑架、偷小孩相关的负面形象，这使得很多当地女孩都会对眼镜熊感到恐惧，颇有咱这边狼外婆的风范哈。关于美洲熊文化的介绍，咱这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请点个赞、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